在广袤的东欧平原上，在那个伏特加当水喝的国度，曾经活跃着一个狠人，他的脑袋大，脖子粗，但这回他不是伙夫，他是真厨子。他的一生简直就是把《教父》《监狱风云》《食神》和《战争之王》这几部电影扔进搅拌机里，再倒上半斤二锅头打出来的混合果汁，辛辣上头。左手拿着菜刀切香肠，右手拿着去切北约坦克的指挥棒。上一秒还在国宴上给大统领端盘子，下一秒就在满是弹坑的战壕里问候国防部长的祖宗18代。他就是俄罗斯餐饮界的扛把子，雇佣兵界的带头大哥，克里姆林宫曾经的御用大厨，全网最爱找绍伊古要弹药的光头男人叶夫根尼·维克托罗维奇·普里戈金。如果不出意外的话，1961年出生在苏联列宁格勒的普里戈金本来是有机会成为一位优秀的滑雪运动员。那时候的列宁格勒虽然叫这个名，但您要把它理解成苏联版的歌坛，民风那叫一个淳朴。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吼完之后转头喽啊。普里戈金的起跑线其实不低，虽然生父走得早，但母亲是医院的医生，继父是个滑雪教练。在继父的鞭策下，小普也是在体育寄宿学校里练过童子功的。如果按照这个剧本走下去，他没准能在冬奥会上给苏联拿块金牌。但是在火力军的宇宙里，不出意外的话，那就肯定要出意外了。这小伙子属于是精力过剩没处使，主打一个放荡不羁爱自由，偷鸡摸狗不发愁。到了18岁那年，也就是1979年，正经孩子都在准备考大学，普里戈金却因为盗窃罪先去局子里体验了一把拘留所一日游。不过因为是初犯，判了个缓刑。你要以为他能就此改邪归正，那你就可太不了解他了。1980年，那是莫斯科举办奥运会的一年，举国欢腾。格里布金也没闲着，他带着几个小兄弟在大街上看到一位穿着体面的女士，这哥们儿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招锁喉，甚至直接把人家给掐晕了，就是为了抢走那一对金耳环和脚上的靴子。这下好了，数罪并罚，抢劫、诈骗，外加教唆未成年人犯罪。普里戈金喜提西伯利亚包食宿豪华套餐，法院大锤一敲，判了12年。这一年他才20岁，这12年的刑期他实打实的蹲了9年。但这9年对他来说，那可不是虚度光阴呀，这简直就是普里戈金的 EMBA 总裁班。在苏联的劳改营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就是个弱肉强食的修罗场。在这里，他不仅修满了社会摇满分，还深刻理解了什么叫江湖规矩，什么叫暴力美学，什么叫只要我够狠，别人就得听我的。这段经历彻底重塑了他的三观，把他从一个街头小混混打磨成了一个心思缜密、下手狠辣的社会大哥。这也为他后来去监狱里招募雇佣兵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毕竟他是真懂这帮囚犯心里在想啥。1990年，普里戈金出狱了。这时候外面的世界那可是变了天了。苏联这艘巨轮已经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眼瞅着就要解体了。出狱后的普里戈金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敏锐地发现了一个商机：大家都得吃饭，但大家都没钱去大馆子，那就卖热狗。你别看这生意小在那个物资匮乏、国营食堂难吃的要死的年代普里戈金的热狗摊那就是列宁格勒的米其林3星。这哥们儿也是个商业鬼才，他在自家的厨房里不仅调芥末酱，据说为了增加口感和回头客，还往酱料里兑伏特加。这热狗一吃，那是既管饱又上头，生意火爆的一塌糊涂。靠着卖热狗赚到的第一桶金，普里戈金迅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但他不满足于只当个小摊贩，紧接着他玩了一把消费升级。他发现随着苏联解体，新俄罗斯出现了一批暴发户，于是他开了圣彼得堡第一家连锁超市，紧接着又开了最高档的餐厅旧海关。但这还不够，最让他名声大噪的是他把一艘旧船改造成了水上餐厅，取名新岛。这地方那是装修的金碧辉煌，格调拉满。正是在这里，命运的齿轮开始疯狂转动。那时候时任圣彼得堡副市长的普京经常带着各路神仙来这儿吃饭，甚至后来当了总统，接待外国政要，比如美国总统小布什、法国总统希拉克也爱往这儿领。别的老板见了这阵仗，估计腿都会软。但是普里戈金不一样，他深知一个道理，要抓住大哥的心，先要抓住大哥的胃。在这些高端局里，普里戈金从来不摆老板架子，那是端茶倒水亲自上，服务周到心不慌。他亲自给普京上菜，亲自给小布什倒酒。这一来二去普京发现，这个光头厨子不乱打听事儿，嘴巴严，办事利索，最关键的是这菜里肯定没毒，能出。
有了大哥的背书啊，普里戈金的生意那是坐着窜天猴上天了。他的协和管理咨询公司一口气拿下了俄罗斯军队和莫斯科学校的巨额餐饮合同。什么叫垄断？这就叫垄断。数以10亿计的卢布流进了他的口袋，他也因此光荣地获得了普京的大厨这一在江湖上响当当的称号。如果事情到这里就结束，那也就是个典型的古惑仔洗白成商业大亨的励志片。但普里戈金显然不满足于只当个伙夫，他的野心比他的腰围膨胀的还要快。他敏锐地又发现克里姆林宫有些活正规军不方便干，外交官不好意思说，情报部门不方便出面，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干脏活累活的暴力外包服务商。于是时间来到了2014年，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知道，克里米亚危机，乌东冲突。就在这乱世之中，瓦格纳集团诞生了。虽然名义上这是个安保公司，但实际上这就是个拥有重武器、坦克、防空导弹甚至战斗机的私人武装帝国。这支部队的指挥官是乌特金，代号瓦格纳，而真正的幕后金主和老板就是厨子普里戈金。一直到2022年之前，普里戈金对于瓦格纳的存在都是矢口否认的，甚至还起诉过报道他和瓦格纳关系的记者，主打一个我就不承认，你能把我咋的？但是2022年2月，俄乌冲突全面爆发，这一打情况不对了。俄罗斯正规军的表现那是让全世界大跌眼镜，打的那是老太太钻被窝给爷整笑了。普里戈金从幕后彻底走向了台前，他不仅公开承认了瓦格纳是他的，还把自己包装成了俄罗斯的救世主。为了补充兵源，这位61岁的老汉亲自坐着直升机飞往俄罗斯各地的重刑犯监狱。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在操场上，这群罪犯列队站好，普里戈金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战术夹克，对着这帮人渣发表了那段著名的地狱演讲。我是瓦格纳的老板，我代表私人军事公司，我们要去打仗，那是真正的绞肉机。你们要是跟我走，服役半年，活着回来就赦免，给你们自由和卢布。要是死了，我给你们埋了；要是当了逃兵，我亲自毙了你们。要么跟我去前线当炮灰换自由，要么在这里把牢底坐穿。兄弟们，给我冲！就这一番话，给这帮亡命徒听的那是热血沸腾。数万名囚犯就这样穿上了瓦格纳的制服，被送进了巴赫莫特。在巴赫莫特，瓦格纳打的那是真的狠，那真是拿人命去填战壕。也就在这时候，普里戈金开启了他在互联网上的顶流网红生涯。但他这个网红啊，画风那是相当阴间，背景通常是满地的瓦格纳士兵。普里戈金对着镜头面目狰狞，用那种可以做鬼畜素材的语调疯狂输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那句名台词，相信大家看过视频的都能脑补出声音：绍伊古、格拉西莫夫，老子的弹药在哪里？他大骂军方高层无能、贪腐、克扣粮饷，让他的兄弟们白白送死。这一幕成了这场战争中最魔幻的注脚。一个私人武装头子在战时状态下公开痛骂国家正规军的一把手和二把手，而且还没人敢动他。这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是离谱给离谱他妈开门，离谱到家了。普里戈金为什么要这么干？有人说他是为了争权，有人说他是真性情，也有人说他是在给自己找退路。这种公开的撕逼到2023年6月达到了顶峰，国防部要求瓦格纳的士兵必须和国防部签合同，这等于要收了普里戈金的兵权呀。对于一个军阀来说，没了兵，那不就是案板上的肉吗？于是2023年6月23日，普里戈金也许是骂嗨了，也许是觉得莫斯科那群人没有什么可怕的，他干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造反。那一夜，瓦格纳的坦克那是一路火花带闪电，先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罗斯托夫南部军区指挥部，这可是俄军对乌作战的大本营啊。普里戈金坐在指挥部院子里，跟训孙子一样训俄军的副部长。紧接着，瓦格纳的一支分队开始向莫斯科狂飙突进，这一路上几乎也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俄军甚至还派出了直升机去拦截，结果被瓦格纳打下来好几架。全世界的吃瓜群众都惊呆了，以为又要复刻1917年或者1991年。然而，就在瓦格纳的前锋距离莫斯科只有200公里，这出大戏却在24小时内光速烂尾。普里戈金突然接到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电话，经过一番神秘的电话粥，普里戈金居然宣布不打了，撤军，理由是为了避免流俄罗斯人的血。这反转简直比诺兰的电影还烧脑。说好的清君侧呢？说好的硬汉呢？你就这么把裤子给提上了？根据协议，普里戈金去白俄罗斯流亡，瓦格纳士兵可以回家，也可以签合同，也可以跟着老大去白俄。普京也撤销了对他的叛国罪指控。一切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带有俄罗斯特色的大团圆的结局。但是熟悉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
在俄罗斯的权力游戏中，造反这种事要么不做，要么就得做绝。半途而废，那通常意味着死缓。之后的2个月，普里科金过得还挺滋润。然而不出意外的话，那就要真的出意外了。2023年8月23日，一架私人飞机从莫斯科起飞，前往圣彼得堡。这架飞机上的乘客名单上赫然写着普里科金以及瓦格纳的军事指挥官乌特金等一众高层。飞机飞到特维尔州上空时，就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地拍了一下。在这个并不适合做自由落体运动的高度啊，失去了一个翅膀，旋转着冒着烟，一头栽向了地面。机上10人全部遇难。关于死因呀，那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防空导弹打的，有人说是机舱里被放了炸弹，但大家心里清楚，这不过是一场迟到了2个月的死刑。普里戈金的死啊，充满了黑色幽默。他一生都在搞防空，最后死在了天上；他一生都在搞爆破，最后自己在空中炸了；他一生都在玩弄权术，最后被权术反噬。纵观普里科金的一生啊，他是混乱时代的投机者，是暴力美学的践行者。他证明了一个道理，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一个厨子如果不看菜谱看兵法，确实能做出惊天动地的大菜。但这道菜太辣太烫，不仅呛到了别人，最后连做菜的人啊也得把自个儿搭进去买单。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你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让我们保持关注，保持愤怒，也保持思考。你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都是对深度思考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